朋友们，如果你穿越成公元626年的李世民，你会怎么做？刚打完王世充和窦建德，你站在人生巅峰，按理说这该是天下无敌，准备躺平的剧本，对吧？但对不起，这时候的李世民拿到的是一张地狱级的焦虑体验卡。为什么？因为大唐这家公司的总部里，他的大哥李建成才是正牌的继承人，而李世民只是个疯狂加班、功高震主的明星副总裁。当时的长安城表面上万国来朝，暗地里却像个随时会爆的炸药桶。大哥李建成不傻，天天琢磨着怎么削他的兵权。老爹李渊在中间和稀泥，今天给个甜头，明天背后捅刀。李世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摸着自己的脖子，想的不是大唐的盛世，而是明天早上我的头还在不在。这就是大唐初代 CEO 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深夜窒息时刻。今天就让我们翻开《资治通鉴》，剥离掉课本上的宏大叙事，一起回到公元626年那个血雾弥漫的长安，看看这场大唐最高层的股权争夺战究竟是如何开打的。翻开《资治通鉴》，在讲玄武门那场漫天血雾之前，我们必须先来审视一下大唐这家初创公司的原始股权架构。很多人以为古代皇帝传位给大儿子是天经地义，不需要理由的。但如果你回到公元617年的太原，你会发现大唐这家公司的成立，从第一天起就埋下了一颗巨大的股权地雷。这颗地雷的名字叫做老板的口头承诺。当时大隋集团即将破产，天下大乱。作为太原留守的老爹李渊，天天在办公室里发愁，一边是摇摇欲坠的隋朝，一边是四处起义的烽火，他根本不敢跨出反叛的那一步。这时候，年仅19岁的李世民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战略眼光和胆识。他一边和刘文静密谋，一边甚至用计把隋炀帝的宫女送到了李渊的床上，硬生生把老爹逼上了造反的绝路。《资治通鉴》里记录了这样一段惊心动魄的对话。在太原起兵的前夜，李渊看着这个胆大包天的二儿子，拉着他的手，大发慈悲，也大放厥词地画了一个历史上最著名的大饼。李渊说：若事成，天下皆尔所治，当以尔为太子。也就是说，如果这次创业成功，能拿下天下，这大唐集团的接班人位置，这太子的宝座绝对是你的。你大哥建成性格平庸，不适合开疆拓土。这段话被白纸黑字地记录在史书里。对于19岁的李世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句安慰，而是一份高管对赌协议。他拿着这份协议，带着秦王府的一帮兄弟，开始了大唐历史上最疯狂的市场开拓期。然而，历史的黑色幽默就在这里。当大唐军队攻克长安，董事长李渊正式登基的那一天，这家公司的股权分配却让人大跌眼镜。大儿子李建成因为是嫡长子，顺理成章地坐进了东宫，成了法定继承人。而一路当开路先锋、流血流汗的二儿子李世民，只拿到了一个秦王的头衔，外加一个在长安城里看起来很威风，实际上却远离权力核心的秦王府办公室。这就是李世民职涯的第一个窒息时刻。他发现老董当初在创业初期承诺的总裁位置，在公司上市后直接被长子继承制的传统体制给稀释掉了。既然股权没给到位，那就用业绩来画事。李世民心想，只要我把外面的市场全部吞下来，把竞争对手全部做掉，董事会和老爹迟早得把总裁的位置双手奉上。接下来的几年，李世民变成了整个亚洲大陆上最恐怖的行销战神。大唐集团能从关西的一个割据政权变成统治全中国的超级大厂，基本上全靠李世民在外面疯狂出差，定点爆破。我们来看看《资治通鉴》里李世民是如何一个人啃下那些最硬的骨头的。第一战，西秦薛举父子，号称30万大军，战斗力爆表，直接威胁长安总部。李世民带兵出征，在浅水园一战定乾坤，把西部的隐患彻底抹平。第二战，刘武周与宋金刚联手契丹南下。
大唐的龙兴之地太原失守，李渊吓得差点想放弃河东。又是李世民在冰天雪地里和敌人对峙，几天不解甲不吃饭，硬生生在薄壁之战中把刘武周全盘吃掉，收复大唐祖坟。第3战也是大唐创业史上的双杀奇迹——洛阳虎牢关之战。这场战役堪称人类军事史上的神迹。李世民带着几千名精锐的玄甲军，一边围死洛阳城里的王世充，一边轻率轻骑奔袭虎牢关。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他以1敌2，用极其大胆的口袋战术，一战生情的前来救援的夏王窦建德，直接吓得洛阳的王世充开城投降。这一战，李世民一个人做掉了大唐在北方最强大的2个跨国竞争对手。当李世民凯旋回到长安时，老爹李渊彻底麻了。因为李世民的功劳实在太大，业绩实在太逆天，当时朝廷里所有的官职、爵位、奖励已经封无可封了，总不能把皇帝的位置现在就禅让给他吧。为了安抚这个行销战神，李渊一拍脑袋，特地为李世民量身定做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超级职称——天策上将。资治通鉴记载，这个职位牛到它不仅仅是个军事头衔，它意味着李世民可以合法的在秦王府里开设自己的小朝廷天策府，可以自己招募官员，自己发行货币，自己制定政策。用现代商业的话来说，李世民在长安总部的眼皮子底下成立了一家完全独立、实力碾压总部的超级子公司。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恭、秦琼、程咬金，当时全天下最顶级的 CEO 特助和区域行销总监，全都围绕在李世民的身边。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天策上将的头衔，让李世民正式触碰到了他人生中最高最硬的职涯天花板。看着二弟每天在外面大杀四方，天策府的势力一天天膨胀，长安东宫里的太子李建成彻底坐不住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并没有把李建成写成一个只会喝酒泡妞的无能之辈，相反的，李建成是一个合格甚至相当优秀的跨国集团接班人。他在后方调度物资，安抚百姓，平定山东，把总部的行政和财政管理得井井有条。但李建成的致命痛点在于，他在军队里的威望根本没法和李世民比。职场上的规律从来没变过。当一个公司的常务副总兼法定继承人发现底下的某个明星副总裁手里握着全公司最核心的业务军队，最死忠的团队玄甲军，而且这个副总裁还比自己更年轻，更受基层员工欢迎时，他的唯一选择就是动用体制内的一切资源对他进行全面围剿。于是李建成联手了3弟齐王李元吉，组成了东宫同盟，开始了对秦王府的窒息式办公室政治。《资治通鉴》详细记录了这场围剿的手段，他不是一上来就动刀动枪，而是像剥洋葱一样层层削弱李世民的防御。第一步，用金钱分化骨干。李建成从试图用整整几车的金银财宝去私下收买李世民手下的第一猛将尉迟恭。尉迟恭不愧是硬汉，直接回绝说：“我是秦王的人，大王对我有恩，我不能背叛。”第二步，用体制实施物理隔离。既然买不动你，那就用公权力除掉你。东宫立刻在李渊面前吹枕边风，罗织罪名，把天策府的核心大脑房玄龄、杜如晦2大超级特助强行停职调离出秦王府，下令秦王府左右不得复入，不准他们再和李世民见面。随后程咬金也被外调，李世民的智囊团瞬间被拔了个精光。第3步也是最致命的彻底清洗计划。公元626年突厥南下，李建成向李渊提议，让齐王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出征。而这场出征的背后是一个惊悚的阴谋。通鉴记载，李建成准备在昆明池为李元吉举办饯行宴会，在宴会上伏击李世民，然后顺理成章地接管秦王府所有的精锐军队，如尉迟恭、秦琼等将领，将天策府一网打尽。这不是猜测，这是当时已经摆在桌面上的密谋。
秦王府安插在东宫的卧底率更令王启连夜把这个消息送回了天策府。这时候的李世民就像是一个被逼到墙角的野兽，他的大脑被切断了，他的猛将即将被调走，他的竞争对手已经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武德9年6月初的长安深夜，秦王府内一片死寂，李世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大厅里，看着窗外漆黑的夜色。这就是他人生中最窒息的时刻。想象一下他当时的心理状态，他只有28岁，他帮这个国家打下了万里江山，他的身上有无数道刀伤剑疤，但现在他面临的不是要不要去争那个皇位的权力游戏，而是如果我明天不动手，我和我身后的这帮兄弟全都要变成东宫刀下的鬼。这是一种极致的孤独与恐惧。在古代儒家宗法制社会里，造反弑兄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是要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唾骂万年的。李世民读过书，他知道这一步跨出去，他的名声就彻底毁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用极其细腻的笔墨描写了李世民此时的动摇与痛苦。但此时命运和他的部下根本不给他第三个选择。就在这天深夜，原本被驱逐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化妆成道士，偷偷溜进了秦王府。尉迟恭、长孙无忌等一众猛将围在李世民身边，大家的眼神里没有退路，只有疯狂。通鉴记载，尉迟恭等将领甚至直接对李世民下了最后通牒：大王以建成元吉为今日之患也，今大王不先发，大王且不为秦王，身且不保，况有天下乎？臣等各欲逃生，不得留视大王矣。大王，现在人家都要把我们生吞活剥了，你还在这里犹豫什么？如果你再不动手，我们这帮兄弟只能散伙逃命去了。到时候，大王你也休想活命。部下的逼宫，对手的残酷，老爹的偏心，在这一刻全部化作了巨大的推力，将李世民推向了那个命运的十字路口。李世民缓缓站起身，摸了摸腰间的佩刀，眼神从犹豫变成了彻骨的冰冷。他看着这群陪他出生入死的兄弟，他知道这家大唐集团的办公室政治已经玩不下去了。既然制度和体制不能给我公道，那我就用最原始、最硬核的方式，自己来重新制定这家公司的规则。大唐第一打工人的职涯天花板，在这一夜必须被他亲手砸个粉碎。公元626年6月3日的深夜，当天策府的将领们按着刀柄，准备在天亮后发动兵变时，李世民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他没有选择直接带兵冲进东宫抓人，而是先向长安总部发出了一封实名举报信。《资治通鉴》记载，李世民在深夜秘密进宫，向董事长李渊递交了一份弹劾报告。报告的内容不是指控大哥李建成侵占公款，也不是指控三弟李元吉密谋兵权，而是直接引爆了一颗道德核弹。李世民指控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在后宫里和李渊最宠爱的张婕妤、尹德妃乱搞男女关系。这一招简直是人心拿捏与权谋的极致结合。李世民太懂他老爹了。李渊这个人一辈子优柔寡断，最喜欢在儿子中间玩办公室平衡术。如果你跟他说哥哥要杀我，李渊大概率会打个哈哈，明天开个调解会了事。但如果你跟他说你儿子在背后绿了你，这关乎到老皇帝作为男人的终极尊严。李渊听完果然当场破防，气得一拍桌子，下达了最高指示：明日当训之，汝宜早餐。明天一早把大家都叫来，当面质询。你小子也给老子早点到。这就是李世民要的效果。他用这封朴素的举报信，硬生生把老爹拉进了局里，逼得老爹在6月4日的清晨召集李建成和李元吉进宫对峙。如此一来，东宫的两位巨头就必须在没有大部队护送的情况下，轻车简从地走进皇宫。而这条进宫的必经之路，就是把守皇宫北门的玄武门。公元626年6月4日的清晨，
长安城大雾弥漫，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骑着马，带着几名随从，毫无防备地走进了玄武门。一路上安静的有些诡异，直到他们走到皇宫内部，距离临湖殿不远的地方，李建成凭借着多年政坛摸爬滚打的直觉，突然感觉到了不对劲。皇宫的守卫今天看他们的眼神不对。《资治通鉴》用极其紧凑的文字描写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李建成脸色一变，立刻勒转马头，大喊一声撤，准备掉头逃回东宫。但太迟了。黑暗中一声马嘶，李世民带着长孙无忌、尉迟恭等9名亲信，骑着战马从阴影中缓缓踱步而出。李世民看着自己的亲哥哥，大喊了一声。李元吉慌了，他当场拉开弓箭，试图射杀李世民，但因为手抖，连续拉了3次弓弦，箭都没能射出去。就在这生死的20秒内，李世民展现了他作为战神 CEO 的冷酷与精准。他没有丝毫犹豫，缓缓拉满了手中的硬弓，瞄准了那个从小一起长大，如今却你死我活的大哥。嗖！利箭破空而过，精准地射穿了太子李建成的喉咙。李建成当场翻马倒地，气绝身亡。这一箭跨出去，李世民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在儒家宗法制的天下，他亲手打破了长幼尊卑的底线，成了一个背负弑兄恶名的怪物。但现实就是这样残酷，你不先把对手送出局，倒下的就是你。紧接着，现场陷入了一片混乱。李世民的战马受惊，带着他冲进了旁边的树林。李世民不小心被树枝挂倒，跌落马下。齐王李元吉见状，风一样的冲过去，夺下李世民的弓弦，死死勒住李世民的脖子。就在李世民即将窒息的边缘，一声暴喝如雷霆般炸响。天策府第一猛将尉迟恭手提长矛，满身杀气的拍马赶到。李元吉吓得魂飞魄散，放开李世民，转身就跑，被尉迟恭一矛刺穿，当场击杀。仅仅几分钟的时间，东宫的2大核心大唐集团的接班人和2把手变成了玄武门前2具冰冷的尸体。当玄武门前流血成河的时候，大唐集团的最高董事长李渊在干什么呢？《资治通鉴》里记录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荒诞场景。此时的李渊正带着裴寂、萧雨等几位核心老臣，在皇宫后花园的海池上划船享乐。老皇帝一边吹着微风，听着小曲儿，一边还在等着一会儿开会，亲自审理儿子们的后宫绯闻案。然而，平静的水面突然被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打破。只见池塘边，一个身高马大、身披重甲、手提长矛、身上和脸上还在不停滴着鲜血的将领，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杀气腾腾地站在了岸边。这个人是尉迟恭。想象一下那个画面，老皇帝李渊在水中央的船上瑟瑟发抖，岸上站着一个刚杀完人的终极杀神。李渊咽了口唾沫，大声问岸上：“是谁造反？你来这里干什么？”尉迟恭提着刀拱手致礼，脸上带着一种近乎惊悚的真诚，说出了一段历史上最硬核的汇报：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来慰。陛下，太子和齐王造反，秦王殿下大义灭亲，已经把他们2个人做掉了。秦王怕惊扰了圣驾，特地派我带兵来保护您的。这哪里是保护，这简直是历史上最硬核的离职面试。尉迟恭手里那把还在滴血的长矛，就是李世民递上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潜台词非常明确：老头子，你的2个儿子已经没了，现在这家公司只有秦王说了算。如果你签字盖章，你还是太上皇；如果你不签，这池塘的水今天就能换个颜色。李渊这辈子虽然优柔寡断，但他绝对不傻。他看着岸边的兵马，转头看了一眼身边的宰相萧雨。萧雨这个人早就被李世民收买了，立刻在旁边推波助澜。建成、元吉本不随大王创世，秦王功盖天下，率土归心，
陛下若处以嫡嗣，委之国务，天下幸甚。陛下，本来江山就是秦王打下来的，建车和元吉没什么功劳，现在既然他们死了，这也是天意。您赶快把国政和皇位都交给秦王吧，这才是大唐的福气啊。李渊闭上眼睛，长叹了一声，说：好，这正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啊。从这一刻起，大唐这家公司的最高权力完成了最血腥也最有效率的更迭。然而，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玄武门之变最残酷的尾声才刚刚开始。当李世民掌控了皇宫后，东宫和齐王府的残余部下如冯立、薛万彻一度发疯般的进攻玄武门，扬言要砍下李世民的人头报仇。关键时刻，尉迟恭提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头登上城墙，东宫的军队看到老板的首级，瞬间斗志全无，四散奔逃。此时的李世民站在满地的血泊中，面临着当上 CEO 后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如何处理东宫和齐王府的家眷。李建成有5个儿子，李元吉也有5个儿子，这10个人全都是李世民的亲侄子，年纪最小的还在襁褓之中。天策府的幕僚们纷纷进言：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如果留下这些孩子，等他们长大成人，大唐将会陷入永无止境的复仇与内战中。资治通鉴用极其冰冷的一句话记录了这个残酷的商业逻辑：尽诛建成，元吉诸子，罢其属籍。李世民下令将自己的10个亲侄子全部处决，一个不留，甚至连他们的皇族家谱都彻底除名。这是一场彻底的清洗。19岁太原起兵时，那个满腔热血、意气风发的李世民不见了。28岁这一年，在玄武门的血雨腥风中，一个心狠手辣、冷酷理性的千古帝王正式诞生。他亲手撕碎了所有的道德和亲情，踩着兄弟和侄子们的尸体，终于坐上了那张他梦寐以求的 CEO 宝座。李世民终于扫清了所有的绊脚石。武德9年8月，老董事长李渊正式宣布退休，李世民合法登基，改年号为贞观。按理说，这该是爽文剧本的最高潮，但翻开《资治通鉴》，你会发现李世民根本没有心思庆祝。那场玄武门的血雾非但没有散去，反而变成了一座沉重的道德大山，结结实实地压在他后半生的头顶。接下来，我们正式翻开这份大唐初代 CEO 变态内卷的治国周报。朋友们，如果你能采访到刚登基时的李世民，问他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他绝对不会说是突厥的铁骑，而是后世的历史书。在重视孝悌宗法的古代中国，李世民的得位方式简直是把儒家所有的核心价值观按在地上疯狂摩擦。弑兄、逼父、杀侄，这3个标签如果拿不掉，在历史的公关稿里，他李世民就只能和夏桀、商纣、董卓这些历史著名的暴君、反贼含冤合影。李世民是一个自尊心极强、胜负欲极高的人，他无法容忍自己成为历史的污点。既然事实已经无法改变，他唯一的自救手段就只剩下商业上最硬核的招数，用碾压性的、前无古人的极致业绩，去逼得后世不得不原谅他的原罪。他要向全天下，向他的老爹，甚至向死去的李建成证明：你看，这家大唐集团如果交给我大哥，顶多就是个守成的小公司，但交给我李世民，老子能把他做到世界第一。这种极端的道德焦虑，直接把李世民逼成了一个重度精神内耗的完美主义者。从登基的第一天起，大唐集团正式进入了由 CEO 亲自带头的恶性内卷时代。要立好明君这个人设，光靠自己埋头苦干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敢于指出总裁缺点的镜子来当做公关宣传的招牌。这个招牌就是魏征。资治通鉴里记录的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如果用现代职场的视角来看，简直是一场充满黑色幽默的顶级心理战。魏征是什么人？
他原本是前任总裁李建成的首席智囊，甚至曾多次建议李建成赶快动手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把魏征抓来，劈头就问：你为什么要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正常人这时候早就吓得磕头求饶了，但魏征脖子一梗，大言不惭地说：要是当初太子听我的话，今天躺在墓地里的就是你了。李世民听完不仅没生气，反而一反常态地重用了魏征。这不是李世民真的大度到没有脾气，而是一场精妙无比的政治公关秀。李世民心想，连大敌人的秘书我都能包容，天下还有谁能说我心胸狭窄？然而魏征很快就让李世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职业喷子的威力。在随后的10几年里，魏征在朝堂上几乎是不给李世民留一丁点面子。李世民想修个宫殿，魏征跳出来喷他劳民伤财；李世民想去泰山封禅，魏征跳出来喷他好大喜功。甚至连李世民多看了一眼自己喜欢的药鹰，魏征都要故意拉着他长篇大论，硬生生把那只鸟在李世民怀里憋死。通鉴中无数次记录了李世民被气到几乎崩溃的边缘。有一次退朝后，李世民憋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跑回后宫，对长孙皇后大吼：会须杀此田舍翁！老子迟早要杀了这个乡巴佬。但长孙皇后非常聪明，她立刻穿上最隆重的朝服，向李世民下跪祝贺：恭喜陛下！只有主上英明，臣下才敢这样直言不讳呀。李世民听完，深吸了一口气，强行把杀意压了下去，脸上再次挂上了无奈而又宽容的微笑。是的，他必须忍，他每忍魏征一次，他的明君人设在历史书上就会亮一分。这是一场总裁与员工之间互相成就，却也互相折磨的顶级博弈。除了跟魏征演公关戏，李世民在业务上更是卷到了极致。大唐刚刚经历隋末起义的绞肉机，整个国家人口锐减，经济崩溃，百业萧条。外面还有突厥这个恐怖的跨国强敌，天天在门口要保护费，渭水之盟。这是一个烂到不能再烂的盘子。为了盘活这家濒临破产的公司，李世民把自己的办公室和卧室变成了全天候的监控大厅。刺史屏风，李世民命令部下把全中国所有地方官刺史的名字、籍贯、历年政绩功过全部密密麻麻地写在自己卧室的屏风上。每天晚上躺在床上，他都要盯着这些屏风看，谁干得好，谁干得差，他心里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这就是大唐版的全体高管 KPI 实时大屏。深夜批奏折，他甚至和房玄龄等高管约定，只要有紧急公文，无论深夜几点，必须立刻叫醒他。史书记载，贞观初年的李世民常常批阅奏章到深夜，累了就直接在案几上打个盹，醒了继续干。在这种近乎变态的自我压榨下，大唐集团的各项业务指标开始出现了神迹般的逆转。政治上，他精简机构，把原本臃肿的中央官员砍掉了大半，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经济上，他轻徭薄赋，宁愿自己省吃俭用，也要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军事上，在忍辱负重4年后，公元630年，李世民派出战神李靖，在风雪交加之夜千里奔袭，一战打爆了东突厥，把不可一世的颉利可汗抓回长安跳舞。当年的渭水之辱被他用实力狠狠地扇了回去。当突厥覆灭，西域诸国纷纷跪倒在长安的宫殿前，联名给李世民送上一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终极之称——天可汗，意为天下的天下总裁，万王之王。李世民站在大明宫的台阶上，看着万国来朝的盛况，他似乎终于做到了。资治通鉴用极其宏大的笔墨描写了贞观之治的成果：商旅野宿，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几年，全中国一年被判处死刑的人数居然只有区区29人。从数据和业绩来看，李世民无疑交出了一份人类帝王史上最完美的答卷。他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是个天才的创业者和管理者。但
这个神话般的业绩巅峰，真的洗刷掉他内心深处的焦虑了吗？每当长安的夜宴散去，万国使者退下，李世民一个人回到冷清的后宫时，他看着自己那双沾满了兄弟鲜血的手，内心的虚无与恐惧反而像潮水般涌来，因为他发现，无论他把这个国家治理得多么完美，无论他拿到了多少个最佳 CEO 的奖杯，历史的计时器依然在冰冷的跳动。那些死在玄武门前的冤魂，并没有因为大唐的繁荣而消失，他们只是在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机会，给这个不可一世的男人送去命运最残酷的回力镖。李世民凭借着天可汗的业绩，几乎把大唐集团带到了世界之巅。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每况愈下，以及那些陪他打天下的老兄弟一个个离世，这位钢铁 CEO 的心理防线终于在晚年全面失守。那场20多年前的玄武门心魔，非但没有被时间冲淡，反而像一只蛰伏在黑暗中的野兽，在李世民生命之火即将熄灭时，张开了血盆大口。接下来，我们翻开《资治通鉴唐纪》，看看这位硬核战神是如何在晚年一步步陷入心魔，试图修改公关稿，并最终倒在死亡焦虑中的。在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里，有一个连皇帝都不能碰的职权红线，那就是起居注与实录。按照规矩，史官是完全独立的，他们坐在朝堂的角落里，拿着笔，皇帝今天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甚至放了个屁，他们都要如实记录。最关键的是，皇帝本人一辈子都不能看这些档案。这套制度的底线在于，用历史的审判来约束至高无上的皇权。你今天可以随便杀人，但你死后，历史书会把你写成魔鬼。然而，到了贞观13年，活在玄武门阴影下10几年的李世民终于憋不住了。他做了一件让全天下史官集体炸锅的事情，他动用总裁特权，强行要求查阅记录他言行的历史档案。《资治通鉴》用极其精彩的对话记录了李世民与负责编纂历史的宰相房玄龄、谏议大夫褚遂良之间的拉锯战。李世民一上来找了一个极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朕欲见玉录，微公恶皆可不书，然欲知前世之师，以自警耳。老子想看实录，不是为了删改我的黑历史，我只是想看看自己以前犯过什么错，好用来警惕自己，自我优化。当时的史官褚遂良非常硬气，直接顶了回去。没听过有这个规矩，就算陛下真的想自我优化，臣等按规矩记录，也从没听说过皇帝自己能看稿子的。但李世民不是普通的皇帝，他是个心狠手辣的创业者。1年后，他再次施压房玄龄，这一次房玄龄顶不住压力，妥协了。他们把删改过、修饰过的高祖实录和金上实录送到了李世民的办公桌上。李世民翻开这本公司史记，直奔他最关心的那一章：武德9年6月4日，玄武门之变。通鉴记载，李世民看完后，对房玄龄说了一段极具暗示性的话。他说，当年玄武门的事情，其实就像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一样，我是为了国家大义。你们史官写这段历史的时候，削去扶词，直抒其事。用现代公关的黑话来翻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把那些描写我弑兄逼父的残酷细节、血腥画面全部删掉，削去扶词，把大哥李建成、三弟李元吉如何阴险狡诈，如何想毒杀我的情节放大，直抒其事。要把我塑造成一个为了大唐集团不破产，迫不得已才大义灭亲的受害者。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画面。一个帮国家开疆拓土、打爆突厥的天可汗，竟然在深夜里像个做贼心虚的黑客一样，动用最高权限，在电脑前疯狂修改自己的历史公关稿。他越是想抹去那段血迹，就越证明那个心魔从未放过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李世民对周围人的猜忌和不安达到了顶峰。这种不安甚至摧毁了他维持了10几年的明君与正成的公关神话。贞观17年，大唐第一职业喷子魏征病危，李世民非常难过，
亲自带着太子去探望，甚至哭着答应把女儿嫁给魏征的儿子。魏征死后，李世民悲痛万分，下令停朝5天，亲自为魏征撰写碑文，并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留常保此3镜，以防己过。今魏征卒世，遂亡一镜矣。这场戏演到这里，本该是一个完美的职场佳话，但仅仅过了几个月，这面镜子就被李世民亲手砸得粉碎。魏征死后不久，朝廷爆发了太子谋反案，我们第5部分会细讲。李世民在清查这些案件时，惊恐地发现，魏征生前曾经极力推荐了2个人，侯君集和杜正伦，竟然全都是太子谋反集团的核心骨干。更让李世民破防的是，有人向他举报，魏征活着的时候，每次在朝堂上把总裁喷得体无完肤之后，回家都会把自己的荐书偷偷备份一份，送给负责写历史的史官褚遂良。这一点彻底踩中了李世民的雷区。在李世民看来，这简直是彻头彻尾的背叛。他心想，老子这10几年来天天忍着你的脾气，在朝堂上被你指着鼻子骂，还要给你升官发财，就是为了配合你演绎出明君正臣的公关大戏。结果你倒好，一边在老子面前立人设，一边偷偷给媒体史官发通稿，把老子写成一个天天犯错的昏君，把你写成拯救公司的圣人。你拿老子当你刷历史声誉的工具人？极度愤怒与屈辱下的李世民彻底撕下了明君的伪装，他干脆利落地做出了2个决定。第一，取消魏征儿子和公主的婚约，全面进行政治切割。第二，派人直接冲进魏征的墓地，把那座他亲手撰写代表着千古佳话的魏征墓碑直接砸成了碎片。那座被砸碎的墓碑就像是一个不祥的隐喻，宣告着大唐初代 CEO 苦心经营了10几年的完美人设，在晚年猜忌与内耗的重压下，彻底走向了全面破产。晚年的李世民身体彻底垮了，常年的征战留下的暗伤，外加高强度的加班，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疾，类似于严重的高血压或中风先兆。但比肉体痛苦更折磨他的是每晚如期而至的失眠与幻觉。在民间传说和一些非正式史料中，记录了长安大明宫深处一个极其恐怖的细节：晚年的李世民一到深夜就不敢闭眼，只要他一躺下，就能听到宫殿外面有厉鬼在惨叫，甚至能看到满身是血的大哥李建成和三弟李元吉提着头朝他的床榻走来。这不是神怪故事，这是现代医学上典型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 在28岁那年，他亲手射杀哥哥，看着弟弟被刺死，亲自下令屠杀10个亲侄子时，他的大脑为了生存强行压下了这种极端的血腥刺激。但到了晚年，当他的身体衰弱，权力不再能带给他安全感时，那些被压抑了20年的血色记忆全部化作了夜夜索命的噩梦。李世民吓得整夜的尖叫。为了能睡个安稳觉，他不得不下令让天策府里战斗力最强、杀气最重的2位宿将秦琼、秦叔宝与尉迟恭、尉迟敬德，每天晚上身披重甲，手持兵刃，一左一右的死死守在大明宫的寝殿门口。说来也怪，只要这2位杀神站在门口，李世民就能睡得着。但2位老将天天晚上熬夜熬得吃不消，李世民心疼他们，就命画工把秦琼和尉迟恭身披铠甲、手握武器的威武形象等比例画在宫门上。这就是中国民间传承了1000多年的门神的硬核由来。全中国的老百姓过年时把这2个人贴在门口，用来镇宅驱邪。但很少有人知道，这2个威风凛凛的门神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千古一帝在晚年时被玄武门心魔折磨到几近发疯的孤独与恐惧。在对心魔的恐惧、对衰老的无奈以及对死亡的极度焦虑下，历史上最理智、最硬核的战神李世民，最终和秦始皇、汉武帝一样，走向了那条所有封建帝王都逃不掉的荒诞歧路——迷信、
长生不老。贞观初年的李世民曾公开嘲笑过秦始皇、汉武帝迷信方士、服食丹药的无能。他在朝堂上对大臣说，那些神仙之说都是骗人的，人怎么可能不死呢？但到了贞观22年，风疾折磨得他痛不欲生，加上魏征的背叛、儿子的造反，第5部分详细讲述。此时的李世民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抓着稻草等救命的绝望老人。这一年，大唐军队在天竺印度抓获了一个名叫纳罗尔娑婆魅的印度术士。这个方士号称自己已经活了200岁，手里有能让人脱胎换骨、羽化成仙的长生不死药。如果是在20年前，李世民绝对会一脚把这个骗子踹出去喂狗。但现在，晚年的 CEO 像看到了救世主一样，在皇宫里专门开辟了豪华的实验室，调拨了大量的黄金、白银、水银和重金属原料，命令这个印度方士为他日夜开炉炼丹。公元649年的春天，长安皇宫里弥漫着刺鼻的硫磺与水银烟雾。李世民看着那些五彩斑斓、含有剧毒重金属的仙丹，毫不犹豫地吞了下去。古代的慢性重金属中毒症状极其惨烈。吃完丹药后的李世民不仅没能长生不老，反而因为汞、铅中毒引发了暴疾，全身器官迅速衰竭，痛苦地在病榻上哀嚎。公元649年5月26日，大唐初代 CEO 李世民在终极的焦虑、痛苦与虚无中，猝然崩逝于终南山翠微宫，年仅50岁。他一辈子都在和时间赛跑，一辈子都在疯狂加班，试图用天可汗的完美业绩去抹平玄武门的血迹。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最终没有死在战场上，也没有死在刺客的刀下，而是死在了自己对心魔的恐惧和对死亡的焦虑里。历史最让人背脊发凉的地方就在于，你当年为了破坏规则而开的那一枪，兜兜转转了20年，最终会精准的子弹上膛，打在你自己最疼爱的孩子身上。到了贞观中后期，李世民最不愿意看到的噩梦在长安城里以一种近乎诡异的精准度重新上演了。这次的主角是他的大儿子太子李承乾和二儿子魏王李泰。这2个人全都是长孙皇后亲生的嫡子。大儿子李承乾是法定继承人，从小就被当作接班人培养，按理说地位稳固。但二儿子李泰长得聪明伶俐，满腹经纶，深受李世民的偏爱。李世民对李泰的偏爱到了完全超越体制红线的地步。他给李泰开辟了文学馆，是不是疯狂既视感？当年李世民自己就是靠天策府文学馆拉拢人才的。甚至因为李泰长得胖，特许他可以坐马车进皇宫上朝。李世民还纵容李泰去疯狂内卷业绩，比如斥巨资编纂扩地志，搞得全天下的读书人都去巴结魏王。这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总裁偏心，直接把东宫的太子李承乾逼进了焦虑的深渊。李承乾看着魏王李泰的势力一天天膨胀，看着老爹对二弟的眼神越来越赞赏，他每天晚上躺在东宫的床上，摸着自己的脖子，内心的台词和20年前的李世民一模一样。再这样下去，等我老爹一死，我这个做大哥的是不是就要被我二弟给活活做掉了？更讽刺的是，魏王李泰也完全拿到了当年秦王李世民的剧本。他天天在外面招贤纳士，挖东宫的墙角，甚至在私底下对部下放话，大意是说，我哥李承乾不学无术，还有腿疾瘸子，这大唐集团如果交给他，迟早要破产。论业绩，论能力，总裁的位置本来就该是我的。这哪里是历史的巧合，这简直是武德9年的完美重制版。李承乾就是当年的李建成，李泰就是当年的李世民。面对二弟的步步紧逼，活在巨大窒息感中的太子李承乾做出了一个让李世民当场破防的疯狂决定，他也准备强推逐水京，发动逼宫政变。贞观17年，李承乾联手了大唐的顶级将领侯君集。这人是当年玄武门之变的功臣，以及李世民的亲弟弟汉王李元昌，
密谋在长安城里发动兵变，准备像当年老爹对待爷爷李渊那样，用刀架在李世民的脖子上，逼他提前办理退休手续。然而，这群年轻人的创业手腕显然没有当年的李世民那样成熟精准。计划还没实施，消息就走漏了。李世民随即派大军迅速包围东宫，将这场尚未胎死腹中的谋反案连根拔起。当造反的太子李承乾被五花大绑押解到大明宫的办公桌前时，《资治通鉴》里记录了李世民一生中最无助、最崩溃也最绝望的时刻。这个曾经在虎牢关前以一敌10万，亲手射杀亲哥哥，眼睛都不眨一下的钢铁男人，看着眼前的亲生儿子，彻底崩溃了。他抱着头在大殿上嚎啕大哭。他指着李承乾问：朕对你不好吗？朕什么都给你了，你为什么要造朕的反？李承乾抬起头，看着这个威严一世的老爹，冷笑着说出了一句彻底刺痛李世民灵魂深处的话。通鉴记载，承乾说：臣为太子，复何所求？但为太所图，特与朝臣谋自安耳。向使臣谋遂，何尝敢害陛下？老子都已经是太子了，我还能求什么？我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全都是被我二弟李泰给逼的。我是为了自保啊。老爹，如果我的计划成功了，我顶多就是逼你退休，我怎么敢伤害你呢？这句话就像是一把生锈的钝刀，狠狠地在李世民的心口上反复搅动。我是被逼的，我是为了自保，我只是想让老爹退休。这不就是20年前李世民自己在玄武门前对天下人、对历史书说的那套公关说辞吗？李世民看着李承乾，仿佛在儿子身上看到了20年前那个满身是血提着刀的自己。他终于明白，他当年在玄武门亲手打碎的那个叫做规则与秩序的镜子，今天他的亲生儿子踩着他的血迹原封不动地送回来了。太子谋反案发生后，魏王李泰高兴坏了，他觉得这下竞争对手全死光了，大唐 CEO 的位置非他莫属。他兴冲冲地跑到李世民的病榻前，大献殷勤，甚至说出了一段极其肉麻也极其虚伪的政治承诺。李泰对李世民说：老爹，如果你把皇位传给我，我发誓，等我死的那一天，我一定亲手把我自己的亲生儿子给杀了，然后把皇位传给九弟李治，我绝对不让兄弟相残的悲剧在我们家重演。李世民一开始听完，还觉得这个二儿子真是太贴心太懂事了，差点就答应了。但这时，大唐的第一操盘手长孙无忌跳了出来，一盆冷水把李世民浇醒了。长孙无忌说：陛下，你糊涂啊！一个人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能杀，他当了皇帝之后，还能放过谋反的大哥李承乾和性格懦弱的九弟李治吗？李世民打了个寒战，瞬间清醒。他看着眼前这个满脸堆笑，实则心狠手辣的二儿子，内心充满了无尽的恐惧。他又想起了玄武门之变后自己屠杀10个亲侄子的惨烈画面。他绝望地发现，如果他把皇位传给实力最强、野心最大、业绩最好的魏王李泰，那么大唐集团在下一代将会迎来一场更加血腥的大清洗。为了保住自己儿子们的性命，为了不让兄弟相残的因果报应继续扩大，这位曾经全亚洲最强硬的战神 CEO， 在命运的终点被迫做出了一个最无奈也最窝囊的妥协。他同时废掉了谋反的大儿子李承乾和野心勃勃的二儿子李泰，把大唐集团的最高权杖交给了那个性格最懦弱、最没有攻击性，在旁边吓得瑟瑟发抖的九儿子李治、唐高宗。这是一个极具宿命讽刺的结局，一个靠着最极致的残酷、最顶级的野心夺取天下的千古一帝，最终却不得不把自己的帝国交给一个最平庸、最善良的懦夫。因为只有懦夫才不会对自己的亲兄弟举起屠刀。在《资治通鉴·唐纪》这几章的结尾，司马光放下了他记录历史的笔，深吸了一口气，在书中留下了那段著名的
字字见血的陈光约。司马光作为宋朝的宰相，他的评价没有自媒体的调侃，却带着一种彻骨的冰冷和历史学家的毒舌。他毫不留情地指出，李世民晚年的悲剧根本不是什么教子无方，而是他20年前在玄武门种下的因果。司马光说，唐太宗以神武之略起兵太原，然嫡庶之别，国家之大本，太宗自以智力得之，由是太子承乾、魏王泰皆有夺嫡之志，及承乾败，太宗欲保全子孙，遂立高宗，此非太宗之本志，乃历史之必然也。这段文言文的灵魂拷问，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李世民啊，李世民，你确实是个不世出的天才，你打下了大唐江山，你开创了贞观之治，但你别忘了，这世上的规则和道德不是你可以随便拿来当做商战筹码的。你当年觉得自己聪明，觉得自己业绩好，就可以不顾长幼尊卑，一剑射穿哥哥的喉咙，去强行篡夺股权。你以为你用贞观之治的完美业绩就能洗白这一切？但你的孩子们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学会了你的狠毒，学会了你的野心，却唯独没有学会你的克制。当你亲手打破了底线的那一天，你就亲手为你的子孙后代开启了一扇通往地狱的大门。事实上，司马光的警告在后来的历史中变成了最残酷的现实。大唐这家公司自李世民之后，接班人问题彻底变成了流血的代名词。李治死后，武则天篡位，亲手掐死毒死了自己的几个亲生儿子。再到后来的韦后篡权，临淄王李隆基发动兵变，大杀四方。大唐集团在随后的200年里，高层交接班几乎没有一次是不见血的。那场公元626年玄武门前的漫天血雾，非但没有在贞观年间散去，反而化作了整个大唐帝国200年挥之不去的宿命诅咒。故事讲到这里，大唐初代 CEO 创业史终于落下了帷幕。我们从李世民太原起兵的意气风发，讲到天策府深夜的窒息焦虑，从玄武门前的惊天一剑，讲到贞观之治的变态内卷，再到他晚年修改历史，砸碎墓碑，夜夜失眠，直到最后看着儿子复制自己的悲剧。当我们合上《资治通鉴》，剥离掉那些千古一帝、天可汗、战神皇帝的宏大叙事后，李世民留在历史长河中的，其实是一个无比孤独、无比焦虑，用尽了一生去和自己的心魔和历史审判打心理战的灵魂。这就是历史最大的魅力，他从来不负责让你爽，他只负责让你醒。在今天这个崇拜赢家、崇拜高增长、崇拜只要结果是好的，过程可以不择手段的快节奏时代里，李世民的故事像是一面冰冷的镜子，照出了我们每个人的焦虑与盲目。他告诉我们，命运所有的馈赠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那些靠着打破规则、出卖善良、用极致的算计争夺来的东西，终究要用同样残酷的方式去偿还。当你看透了历史最顶层的权谋，人性最极致的算计与宿命的残酷之后，你才会真正恍然大悟，原来那些在平淡生活中被我们忽略的看似迂腐的规则，以及那些微不足道的善良与底线，到底有多么的珍贵。感谢你陪伴我走过这场大唐历史现场，关注我，我们下一个历史现场不见不散。